徐医师在讲一个看起来很小的东西，其实却影响到整个人类的文明。来，各位仔细听，因为我们把整个人类的世界跟万物的世界，我们把自己跟万物客观化了。来，如果各位好，你们有受过科学的训练，你们大家会很清楚明白，这就是科学的精神。比如说我举心理治疗好了，现在全世界主流的心理治疗其实是一门堕落的学问，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说？我告诉各位，因为现在全世界的主流的心理治疗都在寻求客观化，他要客观的分析你，客观的评量你，甚至当治疗师有了主观的感受的时候，他的 supervisor 督导者会告诉他，你不能用个人主观感觉做判断，你不能用个人主观感觉做判断。对，就是你个人的主观感觉是一个必须去之而后快的东西。好，各位等一下就要仔细听徐医师说的。如果我们的整个教育，我们整个科学化的，或是所谓的理工，或是我们整个社会，是要慢慢的把各位从一个有主观感受、有直觉、有自己个人内在的看法的人，变成是一个标准化、客观化的人。那么各位，许医师就会说，最后你们都会变成一个假人。我不知道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你可能会很客观化，但是你不会是你了，你不会是你了。好，你们都会变成 AI。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你们都会变成 AI， 所谓的人工智慧了。因为你不再是你个人的有主观感受的那个人。好，我再回到，我就问我的外甥，舅舅问你，在你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里面，有没有人教你如何使用直觉？他就看着我，直觉？什么直觉？有没有人教你使用感觉？各位，我们讲感觉，来，感觉科不科学？我能感觉你在说谎，表情生动不慌张。我能感觉你在说谎，我有证据吗？我感觉你外遇了。各位，叫做妄想，妄想，知道吗？妄想症。好，我们从小到大，我还特别跟这个年说，舅舅说的感觉跟感受，我说的是一种功能跟动词，跟思考一样。感受不是说我今天有一个很舒服的感受，或是我一早起来我有一个很愤怒的感觉，或是我今天起来好烦躁的感觉，不是当一个感受来找你的时候，你感受到这个感受，而是我的心智当中，或是我的心灵当中有一种能力叫感觉，我能把我的感觉像渔网，各位撒网有没有？像网子一样的撒出去，然后我能感觉你的内心，我能感觉你的心跳，我能感觉你在这个当下焦虑还是不焦虑。我不知道各位知道我说的感觉吗？包括我刚讲的直觉，直觉可不可以是一个功能？就好像我在思考一样，当我使用我的心灵的这个直觉能力，我能直觉到什么？而直觉是不是一种所谓的超感官能力？
就是我可以不用经过思考，我可以不用经过科学、逻辑、理性的分析，但是我的直觉可以让我直接得到答案。我不知道各位理解我在说什么吗？我能直觉的直接知道答案，而不是用逻辑、理性分析的趋近法。不是趋近法，因为趋近法是你不知道答案，你才要趋近。如果我能直接知道答案，为什么我还要趋近？我知道就是知道啊。好，我再从这里回到跟这个年轻人的说话。我说，在你从小到大的训练当中，好像你只发展了半的能力，另外一半能力通通不见了，通通不见了。OK， 来这边停一下，我再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万物都是零。目前的人类或科学把自己客观化，所以科学形成了一套客观的实验的方法。但是刚才许医师讲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你会不会去解剖你们家的宠物？不会，因为什么？你对它有感情。好，或是我刚才讲，当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当你的男朋友告诉你我很爱你啊，我爱你爱得很客观啊，各位，当他讲完他爱你爱得很客观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客观？你去死啦！爱从来都不客观。你绝对爱你的孩子比爱别人的孩子多，你绝对爱你的父母比爱别人的父母多，来，是不是？爱怎么会客观？我说的意思是说，难道你的父母亲学历更高、更善良、更有优点吗？所以你才爱他？显然在我妈妈身上就不适用嘛。各位，你的孩子是因为他很优秀，考上台大，考上哈佛，或在台积电上班，你才爱他吗？甚至有时候父母反而更偏爱的是那个孩子比较没有出息的，比较弱势的，有时候反而你会很不平衡。我这么努力，甚至学历还这么好，我还给你们这么多钱，为什么你都比较爱那个好像比较不重用的？他就会跟你说啊，他就比较弱势啊，啊你就比较厉害啊，那你就会说，难道比较厉害就比较不应该被爱吗？好，我回到刚讲，当人类的文明科学在发展客观化的时候，我们开始用客观的角度来看地球，我们开始用客观的角度来看一只猴子，来看一只鸟。来，好，但是我等一下要讲，这也是人类的一个实验。那个实验是，当我把自己跟地球分开，当我把外在的环境，各位仔细听哦，外在的环境视为一个客观的现象，这个实验我能玩出什么把戏？好，来，我再从另外一部分，我要再拉一条新的线。如果你们有仔细读赛斯书的人，赛斯对科学喊了一句话，对科学喊了一句话，他说：科学如果没有先承认每一个原子跟分子，来，我先讲什么叫原子分子。
也是哎，这个谁插的？哇，好漂亮，给他鼓掌一下。哇，你看，哎，这是活的，这是真的哎，是只有许医师有，对不对？所以说在这里有，不是这个场地插的哈。你看，人又美又有气质，对，是啊，哇，而且这个都是真的花耶，哇，这是真的吗？向日葵也是真的哦。哦，真的耶，都是真的耶。好。真的人美又有气质哈，这个插的花果然也是不同凡响。好，各位，好，这是一盆花。这盆花是由什么构成的？原子分子。好，那生物跟非生物的差别在哪里？就是 DNA， 就是 DNA 是所谓的生命密码。好，比如说像这个音箱。它不是生物，因为它没有 DNA， 它没有 DNA。这件衣服，它不是生物，它没有 DNA。来，这个向日葵有没有 DNA？ 有。各位，好像你要做亲子鉴定，就要抽血嘛，因为血液里面有什么 DNA。好，所以区分生物跟非生物，就是一个叫 DNA。那新冠肺炎 COVID-19 是什么 ？RNA。DNA 是遗传密码 ，DNA 会变成 RNA， 然后才开始制造蛋白质。所以 RNA 也是一种遗传密码。各位这样了解哈？它是遗传密码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 DNA。好。那，来，我再回到科学假设。赛斯说，如果你们的科学家始终不明白，也不知道每个原子跟分子都是有意识的 consciousness， 好，有意识的跟我们所谓的有生命的有点小小的不同。就是原子分子它不是一个死的东西，每一颗原子分子都是能量，也都有意识。那如果意识，那我要用个比喻，你也可以说它也是一种生命。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各位，天花板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的。这件衣服是有能量、有生命、有意识的。就像你们要买房子，有时候人家会告诉你，房子也会挑主人呐，对不对？好，或是每一个工地要开工，要先拜地基主吗？或是土地公吗？表示土地公也是一种什么生命跟意识啊。好，如果我们讲每个原子分子都是有意识的，那各位，就是其实天花板是活的，地板是什么？活的，但是等一下它不会自己起来走路，你放心，那就是幻觉了。这一切都是幻觉，但是在梦里面它会。梦里面一个桌子会起来走路，听懂了哈？在梦里面天花板会动，那你就会说，那梦是假的啊？各位，我告诉你，梦才是真的，梦才是真的。在梦里面，一个桌子会走路，它才是对的。好，我再回到刚刚讲，除非我们的科学家知道、了解且承认每一个原子跟分子都是有意识的，否则我们永远不会了解真正的地球，我们也从来不会真正的了解我们的宇宙。因为当你把宇宙当成是
无生命的，当成是死的，当成是没有意识的，其实你是用逻辑、科学、理性跟客观，把自己跟他分开。各位，我举例来讲，你有办法把你的爱跟你的父母分开吗？好，比如说世云，你有小孩，你的小孩在哪里？喵喵在哪里？喵。好，你有办法把你对你的儿子的爱跟你的儿子分开吗？做得到吗？各位，你再怎么跟你的父母吵架，好，明天母亲节嘛，哈，你再怎么跟你的父母吵架，你再多少次的告诉你自己，他很麻烦，他很鲁，啊，像我妈妈现在12生肖，她改属卢，有一种生物叫卢，对，是12生肖之首，叫卢，叫卢王。好，听说我大姐昨天带她去买轮椅，然后因为之前那个轮椅也是同学送我的，啊，好像坐到有点已经使用频率太高了，有点这个脚踏板的部分有点故障了。好，看了5家卖轮椅的，没有一家满意，没有一家满意。各位，好，这种生物很难搞，非常难搞。好，那我妈妈再怎么难搞，我再怎么跟她吵架，你再怎么跟你的父母吵架，1个月、3个月不说话，你有办法不爱他吗？你有办法不在乎他吗？你有办法真的做到你对他没有任何的感觉吗？能吗？不能。各位，这就是感觉，因为你没有办法客观化。各位，什么叫客观化？我用逻辑、理性来看你，但是我把我对你的感觉怎么样拉出来了。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就是有一天你对你妈妈没有感觉了，好，有一天你来告诉我，徐医师，我对我的父母没有任何感觉了，我就会说你在说什么？或许有一天我对我的孩子没有感觉了，我看着他就像看着路上的一个花瓶一样，摩托车一样，我对他没有任何感觉了。来，各位知道我在说什么哈？再是讲万物，每一个原子分子都是有意识的，所以如果人类不再只是局限在逻辑理性的客观化，那么理论上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感觉或所谓的直觉去连结万物的每一个原子分子。修行的术语叫做与天地同在，就是你能把你的感觉放出去，以至于天地都是活的。你能感觉到空气的呼吸，你能感觉到一个植物内在磅礴丰沛的生命力。来，再次说，当你把一个植物切下来，把一朵花摘下来的时候，其实植物是有感觉的，那个感觉类似人类的自息，类似人类的自息。好，但是不是用人类的术语，你把它杀了，各位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以后都花都不能摘哈，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没有意思，以后花都不能摘。但是当你把一朵花从植物身上切下来的时候，它的感觉是类似人类自息的感觉，但是因为它没有人类的七情六欲，而它也不会恨你，你放心，半夜也不会来找你报仇。好，你要摘就摘，好不好？但是请温柔一点，请温柔一点哈。请把植物当成一个有生命的对象。好，我再回到所谓的理性的客观化。理性的客观化就是让你
不再对你周遭所有的原子分子产生一种主观性的感觉，就好像你告诉我你对你的孩子、对你的父母没有感觉。各位明白了没有？可是现在的人类，其实我告诉大家，某部分是被限制住的、钳制住的人类。现在的人类其实是被限制住的、钳制住的人类。如果各位要我比喻的话，就好像你是一朵花，但是你被一个玻璃的罩子罩住了，这个植物跟外界没有任何的连结。我不知道各位理解徐师这个比喻，你可能是一棵植物，可是你是被一个整个封闭的玻璃瓶整个罩住的，你跟外面的所有的空气、所有的雨水、温度、湿度没有任何的关联。目前的人类是在这样的状态。好，所以我再回到这一次的新冠肺炎，跟之前的 SARS。我刚刚讲的新冠肺炎是 coronavirus 冠状病毒，它是一种 RNA 的病毒。各位，其实它代表的是一种生命体，它代表的是一种遗传密码。来，徐师现在要讲稍微深入一点。而整个冠状病毒的背后，其实它的原始目的是要导引人类朝向万物都是零的方向进化。各位，它的原始的目的是要帮助人类朝向万物都是零的方向进化。各位，比如说，我回到刚讲的动物实验，今天你为什么可以把一个猴子的心脏挖掉，来实验人工心脏？我刚刚讲嘛，你人工心脏要实验，要开刀在人的身上，对不对？一定要先做过猪跟猴子。那你要做猴子的人工心脏，你一定要怎么样？你要把一只活生生的猴子的心挖掉，然后在手术台上再装进一颗人工心脏，最后发现，猴子可以活6年，所以人可以活6年，这样懂了没有？是这样来的，是这样来的。好，各位仔细听。可是这只猴子，如果你要这样做，你必须对这只猴子怎么样？没有感觉，你才能这样做。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如果这只猴子是你们家的宠物，你养了它20年，我是一个科学家，我把你们家猴子抓来，你闯到我的实验室，发现你的猴子躺在实验室，然后心脏被我挖出来，我告诉你，我在做科学实验呢。你会告诉我什么？那是我的猴子啊，那是陪伴了我20年的猴子啊，那是我们家的宠物。因为你对它有什么感觉跟感情，我对它没有，所以它可以是科学下的牺牲品，明白了吗？当我对你没有感觉，我再怎么伤害你都可以。所以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连续杀人犯可以变成连续杀人犯了吗？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连续一直杀人，他觉得 OK？ 各位，很简单，因为什么？我让自己对你没有感觉就可以了。各位，比如说夫妻或恋人，你伤得我很深，我很痛苦，那我怎么疗愈自己呢？其中一个阶段就是我让我对你没有感觉，我才能从主观化收回来，我才能从客观化收回来变什么？主观从主观化收回来变客观化。当我对你没有感觉，来各位，我开个玩笑，当我对
一个人类的小孩没有感觉，我就可以拿刀从他的脖子抹下去。因为怎么样？我没有感觉，听懂了没有？可是人类之所以是人类，是因为你有感觉还是没有感觉？有感觉。我不知道各位懂我在说什么吗？来，学习要讲一个白话。当有一天人类的意识打开了，他开始对天花板有感觉。比如有一天你的孩子跟你说：“妈妈，我感觉到天花板了。妈妈，我感觉到那一盆花，我感觉到这个花里面的生命力在跟我说话。我感觉到这一盆花，它里面的能量状态。”各位，请记得，要么你的孩子就是开悟了，要么你的孩子就是要带来看许医师了。精神科知道哈，这叫妄想症。然后到时候他告诉你：“妈妈，我听到花在跟我说话。”啊，妈妈就问：“花跟你说什么？”他说：“我好久没有浇水了。”对。好，我不知道各位有点开始知道徐师在说什么了吗？我先回到刚讲，赛斯说，如果我们的科学要有任何的进步，那绝对不是在技术层面，因为最好的换心手术救不回一个没有心要活下去的人。我们必须开始知道，所有的原子分子都是有意识的，因为有意识，所以有感觉。来，各位，你是不是由原子分子组成的？是。所以赛斯提到一个叫做万物爱的语言，因为这个地板也是原子分子，我身上的每个细胞也是原子跟分子，所以理论上我的身体跟这个地板的组成没有两样。所以如果我告诉你所有的原子分子有他们所谓共同的语言，那么我从原子分子的角度跟感知上来讲，你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并不意外。来，许是先讲人类跟所谓的非生物，我等一下要讲人类跟所有的生物。来，生物小虫蟑螂，大到鸡猪牛羊，或一只鸟或植物。各位，所谓的生物就是包含了 DNA 的遗传密码。那万物都是零的概念，来，各位，学士要讲了，就是人类的意识有一个能力是被封印住的。来，有看很多网络小说，封印知道哈？封就是封起来的封，印就是印章的印。目前人类的心灵是被封印的。人类心灵有一个能力，就是我开始对万物有感觉了。我能感觉到风，我能感觉到树，甚至我能感觉到一棵树里面从它的根部吸收水分到维管束的运用，我能感受它的叶子在闪亮的阳光之下欢愉的行着光合作用。我能跟那棵树合而为一，觉得树就是我，我就是树。我感觉到我不是之于它之外的客观性的存在。来，各位，我举个例子来讲，假设你是一个妈妈，你的孩子在学走路的时候，手不小心被一个锐利的东西割了一道伤口，流出血，你是觉得他痛，还是突然你觉得你比他痛？各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吗？假设你生了一个 baby， 在路上爬，在家里地板爬，前面刚好有一个锐利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割了一下，然后血流出来。你的宝宝，你的小孩可能还没有哭出声，妈妈可能就觉得丢了一下，有没有？然后你
他的手流出血，可是痛的人是谁？你。为什么？因为你跟他怎么样？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常讲，亲子或母子心连心，痛在儿身，疼在娘心。徐医师在说什么？我在说感觉，我在说感同身受，我在说神通。我在说神通。什么叫神通？我突然觉得这片公园跟我皮肤下面流动的血液，跟我皮肤下面的骨头，对我而言是一样的感觉。大地的树就是我的毛发，大地上面的河川就是我的血管里面的流动的血液。我不知道各位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你们心灵的那个封印突然被打开了，然后你突然从一个客观化的、标准化的、与万物没有连结的一个个体，你变成了那座山，变成你的身体。我不知道各位知道徐师在说什么吗？就像刚才我说一个妈妈跟孩子的关系，请问妈妈有没有把她的认知、把她的界限延伸到孩子身上了？所以当孩子受伤的时候，孩子痛的是妈妈，有没有？各位，比如说有时候当你这辈子你最爱的人遭受痛苦，其实你比他还要痛。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份感、你的本体感包含了他的存在。我不知道各位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在说人类这个万物之灵，我在说新冠肺炎也好，以前的 SARS 病毒也好，它试图打开人类的封印，试图让人类觉得，各位，当你在保护你的头发，希望你不要秃头的时候，如果我这样说，你的每一根头发是不是你的？是你的，所以我们都要用 Epsom 咖啡因来什么洗头的那个。好，因为为什么要使用 Epsom 咖啡因来洗头？因为它可以强健发根，预防掉发。不好笑吗？我自己觉得很好笑。可是我们对公园里面的一棵树，我们对阿里山上的一棵树，我们却没有同样的感觉，来，对不对？好，徐医师要讲了，因为我不要讲太深，我讲白话。当人类的心灵的封印打开了，来，各位，我要说的意思是，有一天，当然我不会说是100%，有一天你家的孩子，就好像也是我家的孩子，我对你家的孩子也有感觉。各位，我不是觊觎你们家的孩子，好不好？然后你开始会对万事万物有感觉，就是你的界限延伸出去了。各位，这就是感觉基调的意思。你的界限延伸出去了，你开始会把那片山、那条河，各位，当成你的皮肤、血管跟骨头。你打开了人类的狭隘的身份的认同。各位，就好像我刚讲了，你不会拿你们家的宠物猫跟狗来做科学实验，因为你对它的感觉延伸到它身上去。各位了解我在说什么吗？而人类终于有一个非常
大的机会，开始把身份感的认知打开。人类终于有一次发现，你的意识、你的灵魂、你的存在不再局限在皮肤之内才是你。来，各位仔细听，请问你们家的狗是在你的皮肤外面还里面？你的皮肤外面还里面？当然是外面啊！你狗怎么会在你皮肤里面？你把你们家狗植入皮肤哦。你所爱的人在你的皮肤外面还里面？当然是外面。所以人类在心灵扩展上，终于有一次机会，把你的本体，把你的觉受，把你的感知，把你的爱或 connection 连结或感觉，终于走出了皮肤的外面。各位，许医师说的是一种感知，我说的不是只是一种浪漫。比如说，我人在这里，我可以感觉到，在这个讲堂的后面有一只狗在外面散步，而它在我里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我后面如果有一只狗在散步，它当然在我皮肤外面啊，我又不是妄想症。可是，当我把我的感觉基调放出去，当我把我的界限打开，当我把我的觉知放到像天地这么大，请问那只狗是不是在我里面？各位，你们在我里面。一只鸟在你里面，地球在你里面，阿里山在你里面，它不在你的外面了。到那一天，人类才真的成为万物之灵，因为万物在你里面。各位，如果我把心当成感觉基调，最后所有的地球万物都在我的心里，你们每一个人都在我的心里，你们的快不快乐、喜怒哀乐，我都关心。虽然你们家的碗没有洗，我不会去帮你洗，你放心。各位，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你在我的外面，但是你却在我的心里面。这个桌子当然在我的外面啊，它怎么会在我里面？它又不在我肚子。它在我的外面，但是它却在我的感觉基调里面，它在我的心里。最后，人变成他的觉知、他的感知、他的 connection 延伸到他皮肤的外面了。那时候的人类就会跟现在的人类是完全不同的人类了。我不知道各位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来，先给自己鼓掌一下。你们今天终于有一点了解、摸到皮毛赛斯心法的精髓。你们今天终于有一点摸到皮毛赛斯心法的精髓。最后是万物都在你里面。各位，一棵树、一只鸟、一朵云，都在你里面。这个东西是一种心灵的扩展，自己是没有受到限制的，既无分割，也无区隔。你的实相乃是由自己一手所造，记得吗？个人实相的本质，自己是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制。你画出那条界限是你画的，那条界限在爱的语言之下不存在。所以为什么跌倒的是孩子，痛的是妈妈？各位，爱没有界限，自己是没有受到限制的，自己既无分割也无区隔。你的实相乃是由自己一手所造，而整个赛斯心法最后是把每个人的心扩展。那各位问我，这样要干嘛？
没有要干嘛。我很实际来讲，类似像新冠肺炎，类似像所谓的SARS， 不会再发生，至少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够不够实用呢？我不知道各位有点明白徐医师在说什么吗？类似 SARS 或新冠肺炎这种病毒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现在讲的不是科学，我现在讲的不是感染途径，不是说有没有洗手跟戴口罩的问题，而是当你的心涵盖了天地万物，新冠肺炎的病毒没有必要攻击你。我不知道各位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因为你的心打开了，你的心打开了，你的觉知打开了，你的界限打开了，它没有必要再攻击你。因为很简单，整个人类的这场灾难，它其目的最后是为了打开人类的心。你知道我们的心有多狭隘吗？你知道我们的心有多狭窄吗？而今天赛斯心法要打开的，不只是人对人之间，是人对所有的万物，人对天地宇宙，人对天上的一朵云，人对一片海，人对一座山。各位，而你们去感受一下徐师刚才所谈的这些内容，那最后你们会感知到，你会进入完全不一样的境界。好，这就是赛斯心法所谓的未来的新的时代，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讲座时间就到这里。那各位，我知道各位你们听的一头，好像听懂很多，又完全没有听懂什么，就是我们常讲的头晕、摸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但是去感觉许医师说的话，感觉许医师说的话在你内心引发的联想是什么？引发的直觉是什么？感觉许医师说的有没有呼应到你的内心？那同样的，也欢迎各位有时间到我们的嘉义分会持续来学习跟成长。谢谢。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当社会上这么多的媒体带着这么多的恐惧、偏见与限制的资讯的时候，你是否问过自己，什么才能让你跟全家人及孩子们能够得到正向的能量，能够对未来充满了期待跟喜悦，而活出生命的独特平安跟自在呢？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成立了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就是希望为全世界的人类提供一个向内觉察、传递正能量，协助每一个人都能把我们内在的正能量、我们的内我的爱、智慧、慈悲、创造力、喜悦跟潜能打开，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来活出身心灵平衡健康的人生。而这10几年来，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一共自播了身心灵的公益讲座、读书会近2000场，而我们所有的时事健康节目也近100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理念，希望您一起来支持我们的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而您的小小的捐款能够让我们大大的出力，能够让我们为这个社会尽每个人能尽的一己的力量。希望您能够与我们一同来参与这样的行列。再次的谢谢你。